台北股市在今年5月的時候，居然衝破了4萬點，最高到了42408，所以對很多台灣人來講，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知道以前股市上萬點都是很多總統候選人的口號，現在台灣的股市不但是上萬點，而且一次衝到了4萬點。可是到了4萬點之後，你就開始看到有一些震盪。當然，我們知道，我們台灣來到了一個100年難得一遇的歷史機遇。我們看到現在是 AI 時刻的大爆發，而且因為中美的對抗，所以我要去紅化。一方面是因為台灣的深具教訓，台灣的累積，在 AI 的這個領域裡面，我們有台積電，我們有聯發科，我們今天有很多在各方面裡面硬體生產的廠商，不管你是伺服器，不管你是晶片，不管你是封裝，台灣都是最好的生產基地。而台灣這個最好的生產基地，在去紅化的這種界限下，我們又不用受到中國的競爭，受到中國的打壓，或者是說它低價的一個傾銷，台灣就等於是穩穩的吃下 AI 的這個大餅。可是你想看，從1萬到了4萬，4萬是需要很多等於說資金的動能，它才有办法支出。我們看到台灣這樣的一個最爾小島，我們台灣人有這麼多的金錢，有這麼大的能量，我們可以支撐4萬點嗎？而且支撐4萬點之後，我們還可以從5萬、6萬再往上走，台灣的能量到底有多少？我們現在也看到很多的人開始有，比如說現在41萬7千人，他們開始把我的怎麼去貸款我的房子，貸款房子以後丟到了股市，這些現象也讓大家擔心說，那這樣的狀況，我們的資金是不是真的過熱了？投資是不是真的過熱了？碰到這樣的狀況，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現在的投資未來？所以在今天，我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的邀請了我的老朋友元大證金的董事長吳捷，那告訴我們台灣現在的處境到底如何，台灣現在的資金狀況到底如何，4萬點到底是一個高峰，還是我們有可能繼續的往上爬呢？吳捷你好。寶傑哥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董事長，我們已經很久沒見面了。那今天特別請你來，就是到了4萬點，很多人就覺得很緊張，而且到了4萬點就開始它那個震盪起伏。其實3萬到4萬很快，2萬到3萬也很快，到4萬的時候你就開始它震盪起伏，大家就非常擔心說，畢竟股市是一個靠資金堆積出來的一個市場。那現在這個市場已經到了4萬，這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大家會好奇說，這個資金的動能還夠嗎？這個資金的動能有辦法，第一個我能夠支撐4萬，或者說這個資金的動能不只是4萬，還有可能從4萬再往上推嘞？好，我想，當然在電視節目上啊，我們從來不方便預測行情的未來，但是哈，而且事實上也很少有人會知道可以準確的預測行情的未来。但是我們從趨勢上哈，首先最好先了解一下這一波台股這個大漲的一個本質哈。它大概是有2件事情堆積起來的。第一件，我們都講啊，這個第一件事情是台灣錢淹腳目，但是這個台灣錢淹腳目一定有一個問題，那你錢從哪裡來的？那錢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這個科技業的這個外銷的這個成長哈，或者講貿易順差這件事情呢，成為了一個最近這個幾十年來哈，這個人類少有的一個奇蹟啊，就發生在現在的台灣。我們真的賺錢，而且我們真的賺很多錢嗎？是。對，那最近我舉例講哈，最近大家都在講說這個能源危機啊，因為伊朗的關係，能源危機。在以前吶，這個石油就是在2次大戰後這個人類主要的這個戰略資源。但是大概在疫情之後，大家就注意到當時有晶片荒啊，所以晶片的這個戰略也成為了繼這個能源這個石油之後的第2個戰略資源。所以台灣最近幾年的這個經濟成長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仿佛成為了一個產油國的概念了。也就是說，我們以前很羨慕的這個產油國阿拉伯人那些人呢，好像什麼事沒怎麼做，他們的那個挖了油就可以，就是因為那個是世界資源嘛。那現在的晶片呢，就是一樣的概念，而且呢，這個對於晶片的需求呢，隨着這個 AI 時代的大爆發哈，越來越大。所以說，台灣的這個在晶片上面的這個戰略地位呢，又比這個石油來講呢，現在搞不好更重要了。那舉例來說哈，在這個我們講2月底3月初這個美伊戰爭爆發以來呢，其實很多既沒有石油又沒有晶片的國家呢，其實是過得非常慘的日子。我們看東南亞很多國家都非常慘。那全世界在這段期間呢，少數股市爆發的國家呢，其實嚴格講只有3個。台灣、韓國、日本，那這3個國家剛好呢，其實這3個國家哦，都是石油進口國，
所以如果沒有晶片的這個因素的話，哈，我們就想着以前的能源危機，這3個國家都很慘。對。但是呢，這一次因為有晶片的因素呢，有半導體的這個因素，有 AI 的因素呢，這3個國家因為在這個科技業剛好在3個不同的領域各執掌一個牛耳的這個關鍵的地位哦。所以說呢，這3個國家的股市呢，是幾乎就是今年1月到現在上半年的漲幅最大的3個國家。所以就是中東有石油，現在東亞有晶片，因為東亞有晶片了以後，我就可以說，就是源源不斷的會有外匯有資金進來。所以今天帮我们準備的這張圖，就這個就可以代表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大的動能。我們為什麼可以像以前我還記得總統要那個陳水扁要選舉的時候，股市上萬點。那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跟口號，對馬英九來講也是這個樣子。現在不但是衝上上萬點了，現在居然已經到了4萬點了。重點就是像剛剛講，您這張圖就非常明顯的是，這個錢真的是源源不斷的進來。是我們這邊在講貿易順差哈，台灣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貿易外銷的導向的一個國家，但是哈，在以前啊。這個其實影響我們這個最大的一個關鍵，其實是這個疫情時候的這個晶片荒。也就是說呢，當半導體這個產業我們開始有護國神山這個概念呢，其實就是在大概2018、19年這個時候才開始冒出這個名詞的。寶傑哥跑新聞跑很久，20年前沒有人會說它是護國神山這件，這個大概就是疫情前後不久哈。那個時候發生了2件大事，一個是美中貿易戰。第2件事情就是這個2020年的 COVID-19 的這個疫情，那這2件事情呢，當時發生了這個晶片荒，我們就發現到台灣的貿易出超的金額呢一直在成長。那我們剛剛甚至都有講到，在這個您剛剛講，在這個阿扁總統或者是這個馬英九前總統的這個時代呢，台灣的這個對美的貿易啊，沒有1年是可以出超過我們講100億美元啊，這是一個非常根本很難想象的數字。但是到了1920年之後呢，就開始馬上的急速的上升，然后到了25年呢，已經跑到1500億了，對美國的出超。就光是對美國的出超就是這個。那它出超的本質是什麼呢？第一個，我們剛剛講半導體，到了最近的2-3年呢，叫做 AI 伺服器。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是人類對於晶片的需要，第2個是 AI 的這個大爆發這件事情呢，把台灣的這個地位呢，當然也包括韓國跟日本了哈，把東亞國家的地位呢，一下子拱到了一個你今天看到的一個榮景。也就是你這張圖裡面剛剛講的，紅色的是我們講的我們的半導體的順差，藍色就是電腦伺服器。現在台灣也感覺上它有這樣的動能，是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個台積電，它是一個等於是整個產業鏈整個堆上來，就等於說你從那個藍色上面看，那個藍色是整個標的非常高，就代表我們在伺服器上面，在整個電腦周邊，在整個 AI 的產業鏈裡面，我們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是因為 AI 哈，基本上是這樣講，它在人類我們講長期的歷史上啊，它是又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科技革命。其實我前2天看了一個資料，把這個人類的科技革命啊，過去幾百年的科技看了一遍。其實一開始人類最重要的科技革命啊，其實可能是防傳染病，可能是農藥，就是說當你這個餓不死、吃得飽的時候，你才有可能往前。第2個是你不會被傳染病，以前的傳染病什麼天花、麻疹，就是以前的人都死得很早。或者是你有抗生素，有什麼這些東西的發明呢？這個是人類在這個基本的生存跟溫飽階段。所以當有了這2樣東西的時候呢，我們人類的壽命啊就變長了。那另外一個事情是工業生產的自動化，就是包括像這個蒸汽機或者汽車啊，或者是大煉鋼爐啊這些東西。那這個是跟生產的，所以我們以前的這個。可能看了一些古代的小說，以前的這個中國產的蠶絲啊，是要用人工去弄的。那後來到了工業革命時代，就是用織布機這種東西去做的。那這個是一個生產上的革命。那差不多到了這個最近的50年呢，就叫做科技革命。所謂科技革命，就是發明了電晶體、半導體啊，還有 CPU。有了 CPU 之後呢，我們就是有個人電腦，後面再有網際網路。網際網絡的盛行也不過到現在也不過30年而已，對，20年。對，然後下面的一個現在的一個在歷史上的一個革命呢，大概就是這個 AI 的這一個革命。那這件事情呢，剛好台灣卡到了一個位置。那這個位置呢，當然跟台灣之前在這個晶片半導體上面的這個長期的耕耘地位呢，是有
很大的關係。好，那所以我剛剛問你說，台灣有沒有動能？從這個上你就看出來說，我如果對美的順差一開始100億都沒有，我是到了2019年，等於說中美貿易大戰之後，我們台灣才開始對美貿易一直在增加，從113到180到264，到現在的1501。那未來我們現在更高，就代表這段時間那個錢是這樣子大量的源源不斷的進來。是啊，所以你看。為什麼川普對台灣的半導體這麼生氣，你就知道了。你賺我太多錢了。是，那到底賺了多少錢？我們剛剛講嘛，你貿易順差帶來的就是錢嘛。賺了很多錢。那錢呢，我們就來看這個哈，有2個數字可以給大家來判斷哈。第一個就是這個主計處呢，我們有做一個叫做超額儲蓄。那主計處哈，這個超額儲蓄啊非常有趣。我們這個在2020年這個疫情剛爆發的時候呢，就開始有這個。半導體的這個順差了，然後那個時候呢，就已經有所謂的台灣錢開始，對，我不曉得淹到哪裡，我不曉得，當時可能開始講淹腳木了啊。那這個當然最近可能已經淹到喉嚨了，為什麼會這樣講啊？在2020年疫情剛爆發的時候，主計處就提醒大家說，我們的超額儲蓄已經到史無前例的3兆台幣了。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數字到最近已經跑到8兆多了。那這個數字也不過沒有疫情。大家距離這個戴口罩打疫苗的時間好像還沒過幾年嘛？對，我們現在已經從3兆跑到8兆多了。好，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呢，我們央行啊每個月都會公布這個銀行的這個存款量，就是全台灣這個一堆銀行啊、郵局啊存款量。那這個存款量呢，而且是包括台幣、外幣哈，這個存款量呢，在2019年年底，也就是疫情的前幾個月呢，是44.4兆台幣。那到去年的年底不是現在去年年底跑到65兆台幣了。也就是說，這個疫情過完到現在大概6年左右啊，我們6年累積增加了20兆的台幣。也就是說，我們這20兆台幣，如果你基期40幾兆來算的話，我們等於增加了5成。對，也就是說，台灣在去年的年底呢，這段期間的這個增加的這個金額等於是過去台灣幾十年、70年或者多少年累積起來的一半。那今年現在如果到了2026年的第1季的數字，我相信會更驚人一點。那為什麼會這樣講呢？後面剛剛講，您剛剛寶傑哥剛剛提到股票市場嘛，所以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叫做這個劃撥交割。什麼叫劃撥交割？就是你如果去證券公司開，現在很多人都去券商開戶，他除了要你開一個證券股票的戶，還要開一個銀行戶，專門去交割股票的。就那個錢就 parking 在那個地方。對，那個叫交割賬戶餘額。這個餘額啊，在公元2000年到2015年呢，大概都在1兆左右，就是永遠都在1兆左右。那我特別講15年是有原因的，因為呢，我們這一波台股的這個股市的起漲點呢，我不是講政治問題啊，可是就是這麼巧，剛好就是在2016年520就是蔡英文當就職總統的那一個月，我们的股票市場呢，從7999。一路上漲到現在跑到4萬多點，就是從8000點漲到4萬點，漲了5倍，剛好就是在這個蔡英文的2個任期跟這個賴清德的半個任期中間達成的。那所以我們就看嘛，2000到2015年這個15年當中呢，我們的劃撥交割款大概都是1兆左右，那現在大概跑到4兆了，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錢是不是變很多？是的，就是錢很多。對，所以我們知道，就股票市場其實是錢堆進來的。可是講說，原來不是說我們今天的高科技在 AI 的領域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我們現在在業績很好，那覺得業績很好，那是一個想象。也就我們從這個對美的出潮，原來100億不到，我們現在到1600億，然後呢，再看到了我們每個人的這個儲蓄，現在我們的儲蓄居然在6年內累積了20兆這麼多，那你就知道為什麼台灣的錢可以淹腳木，現在淹到喉嚨，錢這個堆積，可堆到4萬點之後呢？我們看到4萬點開始有一些震盪，那現在看到有41.7萬人，他開始幹嘛？把我的房貸去，大家就會擔心說，差不多是不是過熱了？現在我們的這些資金能夠支撐這個4萬，還是說這個4萬還有可能再往上堆嘞？這個真是一個很難答復的問題啊！為什麼我這樣講？其實影響股票市場的因素實在太多了。我剛剛一開始就在講說，全天下很少有人可以預測股票會漲會跌，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太複雜的因素。但是我們可以從2個大的這個分析邏輯來看，一個叫做基本分析，一個叫技術分析。那所以如果您問我說這個短線技術上有沒有一點過熱呢？恐怕有。但是從基本面來看呢，
好像也還好哦。就是台灣的，除非是只有一個狀況嘛，就是你跟我說 AI 的浪潮要結束了，對，或者說台灣在 AI 晶片已經沒有優勢了，哦，這個恐怕就危險了。那講到這個呢，我跟大家講一個笑話哈，也不能講笑話，就是我最近觀察的心得。台灣是晶片大國，結果美國的2個重要的晶片的 CEO 黃仁勳跟蘇姿豐呢，也是台灣人。對。那如果你勉強把這個 Intel 的那個也是華人的這個對 CEO 算，就是說為什麼在華人的基因或台灣人的基因呢，特別適合半導體這個產業呢？這個是一個。當然，第二個是跟環境有關，就是美國的環境好像特別又適合培養出，或者是自由國家的環境又特別培養出這樣子的，就是同樣的華人精英，可是在中國大陸好像就你看不到這個很強的半導體的產業。那可是在美國的環境，或者日本的環境，或者台灣的環境呢，它又可以培養出相當不錯的。所以我才講說，這個基因好，我不是說種族問題，可能是跟它的民族性比較。努力工作，或者是你可以講他對認命認分的努力工作，這種，或者這個講着這個努力打拼的這種性格呢，比較像是東亞人的性格。可是你在碰到了一個比較沒有威權體制的一個國家的環境，自由開放的這個環境當中呢，你的這個創造力的很容易創造出這個晶片或者科技業的一個火花。好，那等等，你一開始有提到說，除了我要去了解這些資金的動向，然後我們看到資金的確在台灣真的是水漲船高。那當然我們要了解整個這樣的一個世界的趨勢。世界趨勢你特別談到這個 AI 的這個產業鏈，剛剛講到 AI 產業鏈是不是到了一個極點？這個是我們需要觀察。可以說，台灣現在剛好就到了一個我覺得這100年難得一遇，剛好又去紅化。然後呢，剛好台灣經過的時候，從 PC 開始做手機，然後呢到現在 AI， 幾乎你 AI 所有的你要做機櫃，我有機櫃；伺服器我有伺服器；你要封裝我有封裝；你要設計我有設計；你要晶片我有晶片。台灣等於說在這個上面是一個很難取代，就算是川普，你對台灣再不爽，你也必須接受。我覺得川普他最喜歡什麼？我如果對你不爽，我就對你課高關稅。可是很妙哦，他再怎麼抱怨台灣，他也沒有办法對台灣課高關稅，因為你對台灣課很高的關稅，最後的懲罰也是你。所以台灣現在這個機遇，我覺得我是從小到大我想都想不到的。是啊，因為國際局勢是這樣子哈。其實台灣我們大概算同年代的人哈，大概我們小的時候都知道台灣基本上是個國際孤兒，所以台灣人基本上不太關心國際局勢，也不關心國際新聞，反正不關你的事。但是呢，在這個最近的一段時間呢，我後來發現所有的國際新聞都關我們的事了，因為我們成為一個世界島了哈，就是台灣的這個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來台灣海峽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域。對。那以前我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然後呢，這個晶片呢，它的影響居然有這麼大。那這個，所以我說這個在台灣對台灣講的確是一個過去的這個想都想不到的一個。那我們剛好有幸在這個時候遇到了這個今天的這個環境。好，那剛剛講到的台灣現在這是一個歷史機遇，而歷史機遇我們如果把它拉長的話，你今天特別幫我們帶來一個，就是說，那台灣就是10年一輪紅睡覺輪。好，那你說現在整個世界30年，對，30年的風水造輪，從1960、1990到2020，你如果從這個歷史機遇上、大的環境上來看的話，台灣剛好就在那個高點上。30年這個大運一輪呢，我不是根據算命的，我是根據歷史的這個。我們大概在2次大戰後的人類的歷史哈，就是一開始是所謂的美蘇冷戰嘛。美蘇冷戰其實真正進入高峰是1960年。那1960年那個時候，我們發生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先講歐洲啊，柏林圍牆被豎起來了。那很多人不曉得柏林圍牆，現在可能都不曉得，而且很多人以為柏林圍牆是1945年豎的，其實不是，是1960年才豎的。然後呢，第二個是這個當時有一個古巴危機。對，其實古巴以前不是這樣的國家的，但是呢，古巴那個時候蘇聯就放了這個彈頭拿到這個古巴去對着這個對着美國打，對着美國恐嚇了哈。然後在亞洲呢，我們就熟了，比如說美日安保條約啊，那個時候岸信介首相跟美國簽的這個安保條約啊，這個也改變了日本的這個歷史。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比較不幸的，就是越共這是越共這個越戰的問題。那個時候呢，美國就發現到一件，他在亞洲必須要樹立這個反共堡壘這件事情。那當時反共的堡壘啊，除了
這個其他的國家有，最重要其實是日本。其實在日本的1959年的時候，我如果沒有記錯，美日安保條約簽訂之前啊，還發生了一件把老美嚇壞的事情，就是那一年的這個日本的眾議院選舉啊。第2大黨啊是日本共產黨啊，那美國就想說了，你不發一兵一卒，光是靠選舉就可以把日本赤化，那不得了了。所以日本那個時候，美國就下定決心。我補充一下，大家很難想象現在的恐怖組織，日本那時候的赤軍旅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恐怖組織之一。是，不过他跟现在的日本共產黨也有後來有划清界限啊。對。那在1960年之後呢，所以美國就發現你不能讓日本長期的貧困，所以他就透過安保條約，然後透過扶植日本的這個外銷，所以讓我們現在看到在60年代到这個90年代初期啊，日本就開始進入了一個非常高速的一個成長期。那這個日本被帶動之後呢，後面就有4個這個小朋友啊，也快速成長，我們就俗稱叫亞洲4小龍。這是亞洲4小龍，基本上就是這個日本在美國帶動日本，日本在帶動這個亞洲4小龍的台灣、韓國、新加坡跟香港。對，所以這4個亞洲4小龍呢，就在1960年代到80年代的末期呢，也出現了飛躍的這個經濟成長哈，也就是1960年代的這個鐵幕，然後那個冷戰的對立，我必須要有一個反攻的堡壘，才找了日本，日本的才有所謂的買下全世界 Japan as No.1，然後才有4小龍是這樣的原因下來的。是那個是美蘇冷戰的一個產品了哈。那後來又有另外一個事情了，就是這個美蘇冷戰結束了，就是1990年那個時候發生了幾個我們到現在可能還記得的事情。第一個叫做蘇聯解體，天安門事件，19898964嘛，然後8964之後，當然中共沒有解體，但是中共被迫改革開放。然後第3件事情是柏林圍牆倒塌，所以東歐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東歐的以前的所謂的鐵幕國家，全部都跟蘇聯翻臉了。對，那所以我們在這個上面就看到了1990年的這個所謂的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呢，造成了什麼？就是後來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全球化的時代的來臨。就中國從那時候開始崛起。對，中國開始崛起。